比特币为什么下跌？比特币还会跌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看到比特币的周线图表，我们可以发现呢，我们在目前已经走成了双顶的形态了。那么颈线的位置呢，大概就在6万1左右。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我们从25000美金以来的上涨呢，我们都还没有经历过很完整的回调，或者说我们无法确认它回调已经结束了。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我们从25000一直到最高点74000左右的上涨呢，在我们跌破这条趋势线的时候就已经消失了。那当然，跌破趋势线可以代表我们前一段的多头走势结束，那么但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刻会进入空头，我们有可能进入震荡，也有可能进入空头。但我们从25000以来的这波多头呢，就可以宣告是已经告一段落了。其实我们前面呢也走过非常雷同的走势，就是我们从最低点大概15000左右。一直到3万的这段行情呢，我们也是在跌破趋势线之后就宣告结束了。不过你可以看到啊，我们当时在跌破这条趋势线的时候，我们是走了震荡，是走了以横代跌，它并没有跌破之后就开始下跌的行情。那随后我们又开启我们下一段的走势。那我们可以稍微做比较一下啊，像我们上一次回调的时候呢，我们是回调到了382，非常的准确，你可以看一下啊，这个382的位置啊，就在25000左右，然后我们就继续往上走了。那我们现在，如果我们要看我们这个回调的点位啊，我们可以从25000然后往上拉，我们可以看到呢，往下的回调的位置大概在382，那你可以看到382就在55000、56000左右，其实我们前面已经有来到过了。那当然，如果说我们接下来把前低点，也就是56500的这个位置呢，给跌破，我相信我们很有可能很快可以来测试到 0.5， 大概在5万49000左右这样的区间，那就会蛮可怕的。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重点要关注大概在6万左右的这个位置。那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这两次的回调呢，它确实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那当然我们不用意淫行情，我们这样画的意思也不是说我们期待它会这样走，而是说它有这样的可能。如果说我们在6万左右呢，它被支撑住了，它没有跌破的话，那我相信我们下一次的起涨点呢，就会在6万左右。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其实我们当前的走势呢，我们在以前呢，其实已经有出现过了。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呢，就是观察6万的支撑呢，它有没有扮演支撑的角色。如果说撑不住的话，那我相信我们下一波多头要开启呢，真的就要再等很久很久了，最快可能要到年底附近，我们才有可能再走出一波新的多头了。那我们可以再把级别呢再切小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呢，在日线上，其实我们要判断有没有跌破，其实也非常简单那像昨天，比如说我们最低点到了58400，这样有没有跌破呢？有没有跌破6万到6万1呢？其实还是没有跌破的。因为其实支撑它一定是一个区间，它不可能是单一条线这个单一条线都只是简化过后的结果而已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在前期的测试的这个位置非常多次，那其实都没有跌破，都不算真的跌破。因为跌破呢，我们会看到有 K 线很完整的收在这条线的下方，不过我们现在是都没有看到的。那当然了，跌破基本上可以分成2种状况，第一种就是直接有爆量的阴线直接下穿，如果下跌的时候贯穿，然后我们出现的爆量，比如说像前面这种量能当然量能是相对于它周遭的量能。那你看一下，我们昨天这根的量能呢，相对于周遭的量能它算大的一根，但它并没有很突出，所以其实昨天我们不能直接说它跌破。那当然还有第二种状况，就是如果我们在白色线下方，然后有了3-5根 K 线都站不回去的话，我们也可以说它是跌破了。不过我们现在都还没有看到。那虽然说我们现在还没有正式的宣告跌破，但是我认为非常危险的，我认为我们随时都有跌破的可能。那我们今天这根阳线呢，也可以代表我们在此处是有获得支撑的。那我们从短线上来看呢，也可以看到，其实它确实是有止跌，的信号，短线止跌的信号，但并不代表我们一定可以在6万左右，它就可以撑住。这还是不同的概念好，那我们从日线上来看，我认为如果说我们56500触摸得到的话，它只要摸到，它只要可以碰得到，那我认为我们6万左右的支撑就可以算是宣告正式跌破了。
我们从4小时来看，其实我们在前面呢曾经一度出现一个楔形，那当然这个楔形呢它还没有突破，那它的效果就还不会发酵，就还不会展现出来，所以这可以给我们一个警钟啊。当这个形态还没有正式突破确认的时候呢，我们尽量都不要做这种太激进的操作，因为它不一定会成立的。好，那如果你想要参与这些交易机会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质押$5003天就可以拿到$27.36的现金，而且是可以直接提币走的，非常少有活动敢做现金的。那 Bitget 你只要 KYC， 然后第一次交易你就可以领到$40的体验金，这也是非常优惠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吧。以太坊的话呢，其实我们现在回调的位置大概就在618左右，这里它确实会比较强劲一点，你可以观察一下。然后我们在3300左右，它也确实是一个蛮不错的支撑，它的效果在前期已经确认了很多次了，所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位置。那这个位置我也认为啊，其实主要还是看比特币。如果比特币它跌破6万的话，那3300就撑不住。那当然，如果比特币它没有确认跌破6万的话，那你要真的跌破3300也会有难度的。那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ETF 的流出的状况吧。你可以发现，其实最近的流出是非常的严重啊。我们从 ETF 上市以来呢，还没有看到这么严重的连续的流出。你可以观察，其实我们过去10个交易日里面啊，就有9个交易日是流出的，而且流出的状况呢，当然了，它是温水煮青蛙的，它并不是一次就流出很多，它是慢慢流出，慢慢流出，慢慢流出，2亿、2亿，1亿多、1亿多、1亿多，1亿多。那其实这种温水煮青蛙，用阴跌的方式呢，它其实才是最可怕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它会跌到什么时候。如果说是急跌的话，急跌很快就结束了。那当然，在 ETF 疯狂流出的背景之下呢，我们要走出多头，我们要开启上涨呢，这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任务。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次流出呢，它是性质是很差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之前的流出都是灰度在流出啊，只有灰度在流出。但可以看到，我们最近这10天、这10几天以来的流出呢，它是每一家都在流出啊。我们就以昨天的例子作为范例好了，在6月24号这一天呢，它每一家都是流出的。它但凡有交易量，全部都是流出的啊，要不然就是没有流入。你看，像贝莱德，它的流入量完全是归零了。那像其他的这些，比如说富达啦流出，然后像这些小的ETF 的发行商，它也都是流出的。那其实这就可以表明另外一件事实，就是其实我们第一波的 ETF 流入的热度呢，它确实是已经过了，不然它不会有每一家都在流出的这种状况发生。那这个跟之前流出的性质呢，也可以说是不一样，又更恶化了。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门头沟事件好了。门头沟呢会在2024年的7月就开始发放这些给债权人的钱呢，就之前欠这些债权人的钱会重新发放。那大家就会担心是不是会有砸盘。其实之前门头沟他已经把期限呢要发放的期限延后了很多次，那之前都是虚惊一场。不过这一次基本上是确认了会在2024年的7月就会发放，因为我们现在也没剩几天了，而且现在市场你也可以看到，它确实是已经有所反应了。不过真的到了7月的时候，会有多大的反应，这个我们还要再观察，因为毕竟它发放是一回事，但是怎么发放对不对？这个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它是阶梯式的发放，而且还有很多的因素的影响啊。不过确实也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到了盘面因为你可以看到呢，我们6月24号这个公文发出来之后呢，比特币就开始加速下跌了，基本上时间是吻合的。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